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汪兔环游记，我是老刘。上一期节目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加拿大葡萄酒联盟 VQA 为了冰酒健康发展，对于冰酒制定的一系列严苛的标准，这为加拿大冰酒在国际上的强大公信力提供了保障。这一期我们将走进一个知识的海洋，来看一下这里的人们是如何种植和采收用于酿造冰酒的葡萄，并且揭秘这种神奇的冰酒葡萄汁背后的科学原理。现在开始上课。第4部分，用于酿造冰酒的葡萄的种植。1. 冰酒的葡萄明星。冰酒如此美妙珍贵，是不是什么葡萄都适合用来酿造冰酒呢？今天我们就来探索一下什么样的葡萄才是冰酒界的明星品种，而这些葡萄需要具备哪些特征呢？冰酒葡萄的第一个特征，芳香特性。冰酒以浓郁的果香著称，因此葡萄品种必须具有天然的芳香性，能在冻结浓缩以后依然保留并放大这些香气。卡尔凯撒曾经说过，它必须具有芳香特征，因为如果一款甜酒没有了芳香层次，那它就是加了糖的水。果汁冻结过程会浓缩香气活性的化合物，如脂类、醛类等。芳香特性在高糖度环境下为冰酒提供了复杂性和辨识度，避免了单一的甜腻感。具有芳香特性且适合酿造冰酒的葡萄中，维达尔 Vidal， 它带有荔枝、芒果和干杏的热带水果香气，浓郁且持久。雷司令 Riesling， 它散发出柑橘、蜂蜜和矿物气息，细腻而优雅。而品丽珠 Cabernet Franc 是为数不多的红冰酒中带有草莓和大黄的清新果香。冰酒葡萄的第二个特征，高酸度。理想的冰酒葡萄需具备较高的天然酸度，以平衡高浓度的糖分，带来清爽的口感。冰酒成品残糖通常在190到220克每升，而可滴定的酸度需要达到10到13克每升。普通葡萄酒可滴定酸度只需要有5到7克每升。高酸度可以确保冰酒不腻口，而且可以延长陈年潜力。比如一瓶优秀的雷司令冰酒可陈年50年以上。在适合冰酒的葡萄中，雷司令酸度最锐利， pH 最低，能赋予冰酒坚实的结构。而维达尔酸度稍逊，但仍足以支撑甜度，它的苹果酸占比比较高，含量高达 84%， 给人以清爽的感觉。而品丽珠较以上2种葡萄酸度偏低，但在红葡萄中仍属偏高酸度的品种。冰酒葡萄特性3，晚熟特性。冰酒葡萄必须是晚熟品种，这让它们能在秋季缓慢成熟，并挂到冬季，以便经历自然冻结。因为前文我们说到，冰酒的采收需要在11月15日之后，通常会在12月至1月开始采收。晚熟保证了葡萄在采收前经历多次冻融循环，增加风味的复杂度。晚熟特性延长了葡萄挂在藤上的时间，这使等待低温成为了可能，从而不至于葡萄在冰冻前就从葡萄藤掉落。晚熟葡萄品种有维达尔、雷司令，它们成熟周期慢且稳定，能够挂到冬季而不掉落，适合冷凉气候下长生长期。冰酒葡萄特性4，厚实的果皮和强韧的果梗。由于晚熟，酿造冰酒的葡萄需要具有厚实的果皮和强韧的果梗，这样它们能在冬季低温、风雪中保持完整，不易脱落或腐烂。厚皮和强附着力的葡萄梗能让葡萄挂到深冬，抵御霜冻和鸟类的啄食。这样坚韧的生理特性可以减少采收前的损失，确保足够健康的葡萄进入压榨环节。在适合酿造冰酒的葡萄品种中，维达尔葡萄果皮坚韧，与葡萄藤附着力强，能够抗冻和抗物理损伤。而品丽珠在红葡萄中属于皮厚类型，非常适合酿造红冰酒。
而雷司令葡萄相比前两者葡萄果皮略薄，因此在生长后期需要特殊照顾，比如严格选择采摘时机，采取特殊的防冻和防鸟措施。冰酒葡萄特性5：坚强的抗病能力。冰酒葡萄需要具备较强的抗病能力，尤其是抵抗贵腐菌和冬季湿气引起的霉变。适合酿造另一种甜葡萄酒的贵腐菌感染的葡萄，并不适合于酿造冰酒，因为它会导致果实脱落、果汁量减少以及风味的改变。冰酒追求纯净果味，而贵腐菌会掩盖这种品种的特性。抗病性保证葡萄在潮湿的秋季和冬季保持健康，避免不必要的风味干扰。在葡萄品种中，维达尔葡萄厚皮抗病，贵腐感染率非常低，尤其是它在感染到10%到15%时，仍可酿造冰酒，虽然这并不理想。雷司令葡萄虽然皮比较薄，需要小心管理，但抗病性尚可。冰酒葡萄的第6个特性，耐寒性。冰酒葡萄的耐寒性和前面我们讲的晚熟性虽然有一定的相似性，但它们也有它们不同的性质。葡萄藤和果实需要能够耐受低温，-8度至-14度，甚至更低，避免冻伤或过早的掉落。寒冷的冬季气温是葡萄栽培的一个重要限制因素，只有耐寒品种才能撑到采收。耐寒性确保了葡萄在藤上冻结时仍然保持活性，提供优质的果汁。冰酒葡萄的第7个特性，适中的糖分。虽然冰酒以残糖含量高，从而甜美著称，但是你知道吗？适宜酿造冰酒的葡萄在成熟时糖分却不宜过高，需要通过冻结自然浓缩，而非初始的糖度过高。因为秋季葡萄的糖分含量不会影响冰酒果汁的糖分含量，它的糖度是由冻结过程决定。但如果初始糖分过高，如贵腐葡萄，它的冻结效果就会减弱，这样不但会降低产量，而且影响风味。贵腐葡萄是靠人工干预将葡萄染病，从而脱水，而冰酒葡萄则是完全自然冷冻使糖分浓缩，这完全是2种风格的葡萄。适中的糖分让冻结过程更有效，保持酸甜平衡。维达尔葡萄成熟时，果汁糖度约20度 Brix， 冷冻后可以升至39到44度 Brix， 而雷司令葡萄初始糖分稍低，冷冻浓缩后可以达到酸甜均衡。这些葡萄的糖分含量都非常适合酿造冰酒。综上所述，完全满足或者大部分满足以上7个条件的冰酒葡萄的明星品种有维达尔、雷司令和品丽珠，这也是我们能够在市场上看到的最普遍也最受欢迎的冰酒品种。了解了适合酿造冰酒的葡萄特性，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冰酒的葡萄汁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？为什么冷冻过的葡萄酿出来的葡萄酒如此浓郁甜美？究竟是自然的恩赐还是探索的回报？这背后的科学原理又是什么呢？2. 冰酒葡萄汁的形成原理，奇迹背后的科学真相。冰在葡萄内的形成是冰酒酿造的核心过程，葡萄汁的成分、温度的逐步下降以及细胞内的微观反应共同促成了这一现象。成熟的葡萄在冬季经历反复的冻结和解冻，从而脱水。这一独特的过程浓缩了葡萄中的糖分、酸度和芳香物，使冰酒的风味更加浓郁，并赋予极高的复杂性。这里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冰酒的果汁是如何形成的，这里面隐藏着什么样的科学知识。第一，冰点的降低。葡萄汁并非纯水，而是含有糖分、果酸以及微量的其他溶质的水溶液。这里糖分主要是葡萄糖和果糖，占18%至24%，果酸主要是酒石酸和苹果酸，占0.8%到1.2%。微量元素主要是一些氨基酸和矿物质。这些溶质的存在降低了水的冰点，使葡萄汁不会在0度就发生冻结，
而需要更低的温度，比如-7至-8度，才能开始形成冰。这就比如在海平面的条件下，纯水的冰点为0度，然而海水并不会在此温度下冻结，就是因为海水里溶解了降低它冰点的盐。在冬季，我们也利用这一现象，通过在车道或人行道上撒盐来融化冰层。第二，选择性结冰。当温度降至-8度或更低，葡萄汁中的水分开始结晶形成冰，而糖分、酸和其他溶质因溶解度较高，不参与结晶，会被浓缩在剩余的液态汁液中。这种选择性冻结是冰酒高糖度和浓郁风味的来源。那么冰酒中令人惊叹的香气和风味的分子为什么不会被困在冰晶里，而是保留在高度浓缩的果汁中呢？当水分子在低温下结晶成冰时，它们通过氢键形成规则的六角形晶格结构，这也叫 IH 型。这种晶格非常有序而且紧密，只能包容水分子，而糖分子如葡萄糖、果糖和脂肪酸分子如酒石酸、苹果酸，它们体积较大且化学结构复杂，无法嵌入冰晶的晶格中。这也解释了糖分和酸在水中的溶解度远远高于在冰中的溶解度。随着冰晶的增多，液体体积开始减少，溶质的浓度逐渐升高。这种动态过程进一步阻止溶质进入冰晶，因为高浓度液体更难被冻结，它的冰点持续下降。因此，如果想要继续冻结葡萄，需要更低的温度，从而导致持续的浓缩效应。例如-9度时，果汁糖度可达到39 Brix， 而-10.5度时就可以达到44度 Brix。虽然当温度更低的时候，糖度会更高，但是产量也是极低的，而且过度甜腻的葡萄汁几乎无法发酵。最终，当温度低于-14度时，将无法再提取果汁，因为这时的糖分和脂肪酸也都已经结晶成了固体。云岭酒庄的卡尔凯撒曾经在-17度的时候尝试压榨，他几乎无法榨取果汁，而且因过度压力损坏了2台压榨机。简单说，冰就像个挑食的家伙，它只喜欢纯水，水分子冻成冰时排得整整齐齐，糖和酸太大太复杂，进不去，就像大块头进不了小门洞，它们只能留在液体里，水越冻越少，糖和酸就越来越挤，浓度就变得越来越高。第三，冰晶的形成与细胞破坏。当气温降至葡萄汁冰点以下时，水分首先在细胞间隙冻结，因为这些区域的溶质浓度比较低，冰点比较高，容易结冰。随着细胞间液态水冻结，使细胞间液体的水浓度降低，细胞内的水因渗透压差向外渗出，导致细胞进一步脱水，加剧细胞的萎缩。我们都知道，冰比水的密度更大。如果冰现在在细胞内部形成，那冰冻的葡萄早就不是干瘪的了，而是早就爆裂了。就像一瓶装满水的矿泉水放在冰箱里冷冻1夜会发生什么，我们一定都知道。而这时在细胞间形成的冰晶并不会让细胞死亡。随着温度的进一步下降，比如降至-10至-14摄氏度的时候，细胞内部的水分也开始冻结，形成更小的冰晶。冰晶在细胞质或细胞液中形成，通常呈针状或者树枝状，这导致冰晶直接刺破细胞膜和细胞壁，对细胞产生了不可逆的损伤。而冰晶刺透细胞正是赋予冰酒额外感官风味和特征的主要原因。当葡萄被冷冻后进行压榨时，内部的冰晶就会导致细胞破裂，并穿透葡萄皮，刺破葡萄。无论是压榨时刺破葡萄内的细胞膜，还是刺破葡萄皮，这都有助于释放果汁和释放风味成分。例如，破裂的细胞会释放出细胞内的糖分、酸和香气化合物，如脂类、烯类等。
在冰酒的酿造过程中，酿酒师们就利用了这一现象。这种冰晶的助力在使用红葡萄品种如品丽珠酿造冰酒时尤为明显。大多数红葡萄品种的果汁本身是透明无色的，因为色素和花青素仅存在于葡萄皮中。在酿造红酒时，我们会将葡萄皮与果汁一起发酵，在相对较高的温度，比如25到33摄氏度，可以提取颜色和葡萄皮的风味。但在冰酒的酿造过程中，这种情况通常不会发生，因为葡萄是冷冻的，需要先榨出果汁再发酵，因此酿酒师们是依靠冰晶帮助从葡萄皮中释放颜色。第四，自然冻结的特性。冰酒要求葡萄在葡萄藤上自然冻结，而非人工冷冻。这种自然过程带来温度波动，这就会形成冻融循环。葡萄在自然冻结中经历了昼夜温差，比如白天零下4到5度，夜间零下10到12度，这使冰晶反复形成和部分融化，细胞破裂更均匀，释放的风味物质更多样，增加了风味的复杂度。在尼亚加拉地区，采收理想时机为12月中旬至1月中旬，这时葡萄至少经历了1次冻结、1次解冻的循环，以促进更复杂风味的发展。而人工冷冻温度恒定，缺少这种层次感，无法模拟这种动态变化。下一期我们将带大家走进农田，进入冬夜寒冷的葡萄园里，进行一场甜蜜的冒险，看看这里的果农和酿酒师们为了酿造出优质的冰酒是如何采收、压榨，以及如何防冻、防鸟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点赞、订阅、评论，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拜拜。